自己有一块土地是多么安逸。今天一大早，吉娜就在自己的菜地里面摘取一些新鲜的蔬菜，这些蔬菜都是自己种植的，没有使用过其他科技产品，所以完全的绿色健康。吉娜采摘了一篮子的蔬菜，来到了水池这里，开始清洗着这些叶子。早上起床，吉娜通常都是吃的面条，不知道大家早上起床都吃些什么。吉娜将清洗完的菜叶子端到厨房，拿出了买来的方便面，这样一袋的面饼，分量完全够吉娜的一餐了。她将方便面打开，面饼直接放进碗里，再将它自带的调料一同放进去。想要面条好吃，调料是肯定少不了的，但家里的条件有限，所以这样自带调料的方便面，对于吉娜来说就是很好的选择了。泡面准备好后，吉娜便将提前烧好的热水端了出来，直接加在碗里面。等泡面泡好的这段时间，吉娜端上一个大铁锅来到外面，这里面是给小狗准备的食物。家里小狗数量多，所以一次性，吉娜也是准备了一大锅的米饭喂给它们。等待面泡好后，吉娜端着碗来到院子里面，坐在树桩凳子上，静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早餐。吃完早饭后，吉娜便开始忙碌了。先给家里的母猪喂上一些食物，然后吉娜来到家里面，袋子里面是之前留下的玉米，吉娜直接装了满满的一大盘。来到鸭圈，通常喂小鸭子的都是这些玉米，小鸭子们也很喜欢吃这些食物。最后再给家里的小土鸡喂上一些食物。这样一圈下来，基本早上的所有事情便忙完了之后，吉娜便可以开始忙碌其他的事情。昨天的时候，吉娜用竹子将一根水泥柱给围了起来，但因为时间问题没有做完，所以今天吉娜继续完善这个工程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在柱子4个角立上几根竹子，然后将自己准备好的2端带孔的竹子直接套上去，像这样一层一层的叠加。最后就做成了这样一个围栏的样子。这边忙完后，吉娜又开始加工其他竹子，将它分成几段，然后钉在提前准备好的长竹子上。这2根竹子并排放置在后面的斜坡上，吉娜将刚才准备好的竹子直接钉在上面。钉完后，吉娜将2根竹子都给推起来。将竹子靠近柱子后，吉娜再用铁丝将竹子与柱子捆绑在一起，这样就能稳定的将它俩靠在一起。这个做完之后，吉娜搬运来许多的石块，将石块放进围栏里面。这样将石块堆积起来，柱子的底部就会更加稳固，以后遇见大水或者大风天气的时候，也可以抵挡一些。在忙碌了几小时左右，吉娜才将这个里面的石块填满。这只是一根柱子，还有其他的柱子，也需要吉娜继续像这样将整个框架都给填满。
幸好之前拆卸水车旧址的时候剩下了许多的石块，再加上这条小河里面也有许多石块，才能2个框架都给填满。将这里的石块都填满后，吉娜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但这时候吉娜听见了小狗的叫声，明明自己家的大狗现在还没有怀孕，哪里来的小狗？吉娜顺着声音望去，原来是河里出现了几只小狗。吉娜赶忙走上前将小狗捞了起来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将不想养的小狗直接扔到河里面，幸好吉娜现在正在河边，可以将它们捞起来。总共4只小狗，看小狗的体型也是很大了。吉娜看不得小狗受伤害，便直接将它们抱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吉娜将小狗放在厨房里面，先给它们喂上一些食物，然后吉娜在灶台里面生上一些火，给小狗们取暖驱寒。虽然家里现在已经有5只大狗了，突然又增加4只小狗，吉娜这样一天的食物投入也是非常多的。但谁让吉娜是一个善良的人呢？谁能想到2个月之前刚收获完玉米的土地，后面重新种植上新的玉米，现在又能收获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地方种植庄稼真的太安逸了吧。今天一大早，吉娜就起床了。她先是给自己的小院子进行一番打扫，等待将院子里的卫生打扫完成后，吉娜拿着扫帚回到了屋内。现在准备要去喂家里的家畜了。之前包出来的玉米，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。幸好家里还有玉米存量，粮食上基本不用担心。装了满一大盆玉米后，吉娜拿上水壶来到了家下面的小河。这里的水车柱子已经立好了，等以后有时间，吉娜再来完成后面的工作。她用水壶在小河里面装了一些。然后他来到鸭圈，给小鸭子们喂上一些食物，顺便将给它们的水槽里面加上一些干净的水。做完这些，吉娜便离开了鸭圈，她来到上面的鸡圈，给小土鸡们也喂上一些食物。鸡鸭都喂完后，吉娜又来到猪圈，给家里最后的母猪也喂上一些食物。这只母猪肚子里面怀有小猪仔，这可是吉娜最后的支撑了，一定要将它照顾好，伙食方面肯定不能差。最后还有家里的小狗们，一个人在野外居住肯定不安全，所以吉娜一次性养殖了许多的小狗，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在野外的安全。这些小狗也都是吉娜在野外捡到的，基本都是被人不要的小狗狗。自己一个人照料这么多家畜，也是十分辛苦的。要是有一个男人帮忙，吉娜就会轻松很多。将现在家里的所有事情基本都忙完了，背上背篓准备出门了。2个月前收获的玉米地，后面重新种植下去的水果玉米，现在又可以收获了。幸好玉米地就在吉娜家对面，10分近走2步就可以到达了。水果玉米的生长情况和普通玉米就是不一样，它们植株的叶子看起来就要比普通玉米小很多，给人一种营养不良的感觉。而且它的整个植株的高度也不高，和吉娜的身高差不多，采摘起来也是很简单的。很快吉娜就采摘了满1背篓的玉米。对于这些玉米，因为是水果玉米，所以不适合拿来饲养家畜。吉娜种植它们，也是准备拿到集市上售卖了，给自己增加一些收入。收集完这样1背篓的玉米，吉娜便准备离开，去到集市上了。新鲜的玉米就要新鲜的卖掉。走了一会，吉娜就来到了菜市场。这里现在因为是下午，所以人很少。吉娜找了一个阿姨卖菜的地方，就准备开始摆摊了。刚开始时，吉娜的摊位上人还是很少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家都来到了菜市场买菜，顾客也随即多了起来。大家都开始疯狂买入吉娜的水果玉米。
最后在大家的欢迎下，吉娜的玉米很快就卖完了。卖完东西，吉娜便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。她来到了一家卖器具的店铺，因为家里的锅还是有点少了，给小狗们煮食物的锅，吉娜不好用来自己煮饭，所以准备重新买一个给自己用。家里的就专门拿来煮小狗食物就好。买完东西，吉娜也要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吉娜就准备开始生火煮饭了。一群小狗就围在吉娜的身边，估计吉娜出去的这段时间，小狗们也是饿坏了。等待将火生完，吉娜就拿上自己从集市上新买回家的锅，来到外面的水池处开始清洗起来。将新锅清洗完后，吉娜来到屋里面，背篓里是自己新采集的玉米，她准备给自己煮一些新鲜的玉米。将锅里面玉米装满后，吉娜再给里面加上水，盖上锅盖，准备开始煮制了。煮玉米的这段时间，吉娜从厨房后门走了出来，来到自己的菜地，开始打量起自己的蔬菜。菜地里面的蔬菜很多已经被害虫侵害了，所以这些白菜都很惨。吉娜也没法，毕竟都是自己吃的蔬菜，她只能将上面有虫子的叶子摘下来，直接扔到鸡圈里面，让里面的土鸡们解决。这边的番茄现在长得非常好，上面已经开始结果了，而且每一株上面的番茄数量都非常多，可谓是一个大丰收。但奇怪的是，番茄上面基本都看不见什么害虫，每个都长得非常健康。在自己的菜地里面逛了一圈后，吉娜回到了厨房，静静的等待玉米煮熟。继续又等了一会后，玉米终于是煮好了。吉娜迫不及待的将灶台上的大锅给端下来，把里面煮熟的玉米拿出来。新鲜的水果玉米吃起来就是要好吃很多，吉娜自己一个人吃也不会忘记旁边陪伴的小狗。就这样，吉娜慢慢的享受着香甜的玉米。这才是真正会享受生活的女人。自己一个人独自居住在野外，在这里修建房屋、种庄稼、养家畜，就算是家里的小狗，女人也是养了10条。自己一个人居住，绝对的安全可靠。现在这里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农家庄园了，这让谁看了不羡慕呢？今天早上一大早，吉娜起床后便开始喂家里的小狗了。今天早上雾气很重，但阳光还是透过云层穿了出来。今天看来又是一个好天气。在忙完家里的事情后，吉娜拿上工具来到了水池处，开始打磨自己的柴刀。将柴刀打磨好后，吉娜来到了家旁边的香蕉树。这一串香蕉已经成熟很久了，吉娜也想试一下打磨后的工具怎么样，直接上手就是，一下一大串香蕉瞬间就掉落了下来。吉娜将香蕉抱回房间，放在桌子上，顺便摘取一些已经成熟了的，放进袋子里面，带着自己路上吃。吉娜来到家下面的小河，解开小船的铁链后，她拖着小船慢慢的往上游走去。看样子今天吉娜是要准备出一趟远门。现在的小河水势很平缓，就算是逆水行舟，对于吉娜来说也是轻轻松松。小河的两边都是高山，而且都被广袤的森林覆盖。吉娜在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后，便将小船靠在岸边。将小船拴好后，吉娜拿上工具，便顺着这里的小道爬上了山。今天吉娜是要来这里收集竹子的，这里的竹子生长的时间都比较长，而且竹子的硬度很高。吉娜这是要搬运回家制作水车的，所以才会来这么远的地方收集竹子。来到地方后，吉娜便开始砍竹子了。要将竹子砍倒后再收集起来，也是很辛苦的。吉娜自己一个人忙起来真的太累了，谁让吉娜现在还是单身呢？很快，吉娜就收获到了许多竹子。
对于这些散装竹子，吉娜直接在旁边加工出来一些竹条，将它们捆绑起来。像这样一捆的竹子，吉娜直接从山上将它们往下面送，自己的小木船就在下面，等会收集足够就可以回家了。没一会，山上的所有竹子都被吉娜送下来了。对于这些竹子，吉娜在上面捆上了很多绳结，将它们固定成一大捆，然后她将藤蔓的一端直接缠在船尾，等下自己划船就可以将这些竹子全部带走了。忙碌了这么久，吉娜也是累着了，她坐在船上吃着今天早上带来的香蕉，这竹子一砍就是一天，这就是今天唯一的口粮了。简单休息一会后，吉娜就划着小船准备回家了。竹子就这样漂浮在船尾，顺水而下，运输起来根本没困难。自己家旁边有条河就是方便，给自己节省了不少时间。下午时分，吉娜才到家。今天也是忙碌的一天，将小船停靠在岸边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剩下的事情吉娜打算明天再完成。这才是真正的勤劳女人，独自居住在野外，花费1年时间就将这里打造成了一个梦幻庄园。现在这里什么都有，成片成片的，鸡鸭都数不过来。幸好自己家里养殖了10条小狗，才能保证家里的安全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前些天吉娜去到小河上游，收集了许多竹子回家，这些竹子也都是需要用来制作水车的。水车工程现在还剩下很多没有完成，所以今天一大早，吉娜忙完家里的事情后，便开始准备继续完善自己的水车了。她拿上一根竹子，将它竖立起来，用来测量2根水泥柱的高度。高度测量完成后，吉娜来到旁边，解开竹子上的绳结，搬运了一些竹子出来。这些竹子，吉娜也都按照刚才测量好的长度，将它们都进行了裁剪。对于这些竹子，吉娜需要将它们都给裁剪一下，去掉那些不规则的两端。等待将这些竹子都给裁剪成一样的长度后，吉娜又开始了下一项任务。现在她需要将面前所有的竹子一端都给削尖，而且开口尽量长一些。这是一件十分耗费时间的工作，要是没人帮忙，也不知道吉娜要做到什么时候。在长时间的忙碌下，现在这些竹子基本都被加工了出来，也是十分辛苦的。做完这些，吉娜回到家，从家里搬来一个木梯，将它靠在水泥柱上，简单测试了一下，确定安全后，吉娜便开始加工起旁边的木材。她用小刀一点点去掉外面的树皮，包括木材的一些凸起，吉娜也会清除掉。之后，她再给木材的两端都做上圆形的环绕缺口。木材加工完成后，吉娜扛着它直接来到下面，将梯子放置在一根水泥柱上，确定好放稳固后，吉娜爬上水泥柱，来到了最上面。水泥柱的最上面露出来的是2根钢筋，现在吉娜需要将它们直接掰弯。她给钢筋上套上一个铁丝环后，便开始将钢筋掰向两边，像这样基本就可以了。之后，吉娜下到地面，给木材的一端缺口处绑上一根绳子，然后她又上到水泥柱上，将木材给提了上去。木材放置在水泥柱1/2的位置，再将绳子捆绑好。之后，吉娜上到另外一根柱子，现在木材已经搬运到了中间，吉娜就可以将木材的另外一端直接搬上水泥柱，这样分2次运输，就能将木材完全放置在最上面。现在就只需要吉娜将木材给固定好就行。